你敢信吗？爸爸走后，奶奶不仅狠心地抛下了我和妈妈，还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全部搬走。后来她老了，居然想要我和妈妈赡养她。我是早产儿，因为长得瘦小，奶奶从不喜欢我。妈妈还没有出月子，奶奶就让妈妈赶紧生二胎。我妈没有同意，奶奶便开始怂恿爸爸离婚。无奈之下，我爸就带着我们从家里搬了出来。在我5岁的时候，爸爸因为一场意外走了。那天奶奶一巴掌打在了妈妈的脸上，说她克走了我爸，并逼着我妈交出她的工资卡。我妈不同意，于是奶奶带着几个姑姑，趁我妈上班之际，将家里的东西洗劫一空，甚至连我的存钱罐也一并顺走。那晚，我妈领着我去奶奶家讨个说法，结果她将门反锁，怎么敲都不开。我妈跪在门外求他们给我们孤儿寡母一条活路。门终于开了，奶奶走出来瞟了我一眼，说道：“这么瘦，不要也无所谓，反正是跟老李家的姓，到时候还是我们李家的人。”此时，一向懦弱的妈妈突然站了起来，她强忍着眼泪说道：“走，儿子，咱们回家吧。”第二天，我妈带我去派出所改了名字，从此我随我妈姓。奶奶知道我改名之后，给我妈寄来了一把锋利的剪刀。那天妈妈抱着爸爸的遗像哭了好久，后来我才明白那是一刀两断的意思。从此，我妈白天上班，晚上四处接私活。我常常半夜爬起来，发现妈妈还在灯下穿首饰珠子。那些年穷不可怕，怕的是奶奶隔三差五的就来闹事。她不但四处造谣抹黑，还去工厂投诉妈妈，害得妈妈差点丢掉工作。这天我放学回家，刚走到家门口，就看见一片狼藉，妈妈的脸上还有不少淤青。奶奶气愤地说：“妈妈害了她的儿子，又要独吞赔偿款。”我妈反驳道：“老李走后，你们不认我这个儿媳妇，我没啥好说的，但不能自私到连自己的孙子都不认吧？这笔钱是他拿命换来的，我1分钱也不会花，都会留给孩子。”我这才明白，爷爷奶奶之所以不肯放过我们，是惦记着爸爸的那笔赔偿款。我愤怒地冲到妈妈面前，想要保护她，而奶奶像拎小鸡一样将我拎开，对我妈破口大骂。我妈紧紧地抱住我，生怕我受一点点的伤。最终她还是将那10万元钱的赔偿款给了奶奶。我妈说不是怕她，而是不愿意让我生活在亲情的黑暗里，她想用10万元买我一个正常的童年。从那以后，奶奶彻底从我们的生活当中消失。后来妈妈一直没有再婚，独自一人把我拉扯大。大学毕业之后，我进了一家大公司上班。当我和妈妈的日子终于苦尽甘来的时候，这时人间蒸发的奶奶突然出现。她直接找到我公司的领导来给我做工作，让我见一见奶奶，并转告我她年纪大了，想得到我的原谅。我断然拒绝，毫不客气地说，她肯定是把赔偿款花完了，才想起我这个孙子。这天他送来了我小时候和爸爸一起的照片，看见这些照片的我瞬间泪如雨下。我没有瞒着妈妈，她想了许久，对我说：“我尊重你的意见，如果你要想认回奶奶，我也不会反对的。”她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我明显的感觉到她是多么的伤心，但她还是在考虑我的感受。那一晚，我躺在床上一直睡不着。你们觉得我应该原谅奶奶，将她接回家吗？谢谢观看。